这都半死不活了，你开价1两银子，30文，爱卖不卖？那就30文。小女孩一把夺过钱，拽着弟弟就跑。谁让他恶毒又坏，老天爷都看不过眼，让他在门口摔得头破血流。那就别怪我心狠，我也是为了保护家里人罢了。阿姐，不是把后娘卖了吗？咱们跑什么呀？那2人是人牙子，保不齐还要抓咱们去卖，不跑等什么？赶紧回家，马上要下雨了。怎么回事？哟，虽然脸丑的吓人，可是这身段是真的好啊！要不咱们先享用了？哎呦，上次你先来了，这次得让给我。好，你用下边，我用上边。季之欢心里升腾起一股无名火，默默攥紧了拳头。你把球挪开，你挡着让我怎么发挥啊？王二虎将蒋麻子推搡开，一把将季之欢提了起来。只见昏迷中的他突然诡异地扬起一个笑容。本来公路人休憩的茅草亭内终于恢复了平静。想睡老娘，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季之欢这才脱力坐了下来，灌入脑海的记忆如海潮一般涌来。原身是季国公府家的嫡出小姐，被视为京城第一丑女。这剧情怎么这么眼熟？不正是睡觉前看的小说《庶女独皇》的配角吗？而季之欢穿成了同名的原身，现在的剧情正是他被未来的反派卖掉的情节。难怪刚才一股根本不属于他的愤怒怨毒的情绪瞬间抽离。原身在这段剧情里被人牙子欺负，然后转卖入低等窑子，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下场也无人知晓。季之欢越想越觉得窝囊，他一个特工组成员，本来正在家里度过难得的假期，看了一本小说而已，就到了这该死的世界，动手杀了这2个人渣。但季之欢并没有后悔，只是刚才用力过猛了。缓了口气后，他才踉跄着起身，将撕破的衣服随便收拢了一下。望着外面的雨幕和陌生的乡野，季之欢眯了眯眼。原主是在家门口死的，他得回去，也许还能找到穿越回去的办法。按照原本的记忆找到了原主的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烂泥地里。阿姐，你来来回回数好几遍了，是30文没错吧？没错，这钱咱们存着。他之前把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拿去给了其他男人，回头把那女人的嫁妆给找出来卖了，就能给爹爹看病了。那后娘会被卖去哪里？那恶毒的女人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还长得那么丑，怎么配得上我们爹爹？你该不会在担心她吧？想想看，今天她要没摔倒，被卖的就是咱们。当然不会了，我是怕卖的不够远，她跑回来怎么办？季之欢刚到家门口，听到这番话，直接给气笑了。他怎么忘了，这2个可是书里后期的大反派呢？一个大力金刚女战神，一个百毒不侵、可御蛊毒的毒王，连说的话都透着股邪气。鬼！阿姐，是他变成鬼了！就算是反派，那还没修炼成精呢。哼，老娘还对付不了你们呢！把我的卖身钱还我！你没死，那你还回来吓我们？把钱拿来！才不给呢！你个坏女人，拿了钱又想自己偷偷买吃的，然后给男人，对不对？季之欢过去一把揪住小丫头，趁着2个孩子扑腾着要咬她，直接把那30文钱拿了回来。我的卖身钱凭什么给你？那是给阿爹治病的，你个坏
人，怎么不死歪头？季之欢这才抬眼看着破布遮挡着的床。你不准再靠近阿爹！如果季之欢没记错的话，根据原剧情，原身的丈夫裴渊，曾经的大晋战神永冠侯已经中毒许久，手脚俱废，3个月后便是死期。不想你爹死的话就闪开，没工夫跟你们瞎比。季之欢掀开了盖在他身上那层发臭发黑的被褥，才看到了他身上狼藉一片的伤口和腐肉。要是有碘酒、酒精、纱布这些就好，好歹能给他清理一下伤口。刚想完，季之欢手里一沉，突然一个药箱出现在了自己的手上。什么鬼？想什么来什么吗？季之欢下意识去看那2个小鬼，发现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异样，便立刻打开了药箱去检查里面的东西，正好就是他想要的那几样东西。我要给你们爹包扎伤口，去烧盆水来，我给他擦擦身体，都发臭了。你搞什么鬼？多耽误一会儿，你们的爹危险就多1分，还不快去！我怎么觉得这个后娘怪怪的？她嫁进来之后，什么时候管过爹呀？就看她耍什么花样，我能卖她1次，就能卖她第2次。你干嘛去？这女人拿了30文钱支开我们，果然是想拿钱跑路吧？被我给抓到了吧？你过来。季之欢带着他推开了原本自己居住的小矮房。这女人嫁进来之后，不是死都不准我们进这个房间吗？好几次阿青偷偷溜达进来，差点被她打个半死。这次怎么那么放心让我跟着？你力气大，帮忙把这口箱子挪过去。你怎么突然动你的嫁妆了？里面是干净的被褥，把你爹洗刷干净了，让他睡里头。该不会他在门口摔了一跤，直接摔傻了？他不是恨不得爹死吗？还老咒我们3个是拖油瓶。帮不帮？不帮我自己挪过去。季之欢见他不动，刚想自己提，阿英几步走过来帮忙拉着拉环。季之欢让阿英帮忙架着点裴渊，自己爬到了床板上，把那脏臭不堪的被褥给全部扯了下来。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那被褥怎么还会动弹？季之欢拉住被套，往两边用力一扯，竟是从那发黑的棉絮里蹦跶出了不少吃得滚圆肥胖的血质。这是什么东西？季之欢一脚下去踩死了一个，瞬间血浆涌出，全是黑血。这是专门吸人血的血质，但又不是单纯的血质，它们有剧毒。怎么会有这种吸血虫子？晚上我们3个也是跟爹爹一起睡的呀，没有感觉被虫子咬啊。因为这血质经过饲养，以毒为引，只会让你爹身上的毒性一日比一日增强，陷入永远的沉睡之中，消耗掉他所剩无几的生命。你们3个小豆芽还不值那人费心思。那我们怎么办？你现在得意了，知道我爹爹遭遇不测，你是不是又想跑路了？别有事没事大呼小叫的，我没耳聋。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爹活着，那人还会稍微忌惮几分；你爹死了，咱们谁也逃不掉。你知道害我爹爹的人是谁？不知道。他也没看到那么后面，只看到女主怎么一路过关斩将，从一个庶女变成了当朝皇后，匡扶2皇子登上帝位。不过嘛，也不难猜，裴渊还有心腹手下，包括铁甲军那么多将士，还在等着主帅回归。对方没一口气宰了他，也许是裴渊在民间的声望太高，若突然无故英年早逝，岂不是惹人猜忌？你干嘛？这种吸血的毒虫子，你还丢唐瓮里？你爹身上的毒，他们也有一份功劳。往后要解毒，指不定还用得上。这可是需要很多时间来培育的，
弄死了多可惜。先养着吧。热水好了。季之欢赶紧接过，放到了一边。我给你们爹洗澡擦身，你们再去多煮点热水，放门口就行。你别对我爹动手动脚，不然我不放过你。季之欢懒得理他，现在最大的难题可是眼前这个男人，实在是太脏了，屋内条件又差，连个浴桶都没有。大半的江山都是他打下来，直到小说女主当上皇后，边关百姓也不清楚皇帝叫什么，但他们一定知道战神裴渊。只可惜啊，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英年早逝，给书里的主角让位。季之欢一边想着关于裴渊的剧情，开始打开药箱给他上药，等把腐肉剔除，上了碘伏，给伤口消毒治疗，用胶带绑好纱布后才收工。阿姐，后娘是不是真的变好了？我不知道，等哥哥回来再说吧。谁知道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去哪儿弄吃的呢？他扭头看着那两个嘀嘀咕咕的小鬼，转身去厨房拿了一把镰刀出来，朝着河边走去。你干嘛去？是不是想拿钱跑？肚子饿，抓鱼吃。家里没米粮了，你要是饿，喝点热水吧。抓什么鱼？你抓得到吗？保不齐就是想拿钱出去给别人。谢之欢懒得理他，只管自己走了。俩孩子对视了一眼，默默跟在了他屁股后头。怎么，怕我跑了？阿英还真的就这么想的，但是他被揭穿了，有些尴尬的别开了视线。要跟就跟着吧，注意烂泥地路滑，把门带上。季之欢到了河边，直接拿着镰刀到岸边砍树枝，选了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便开始将树枝削尖。你不会是想做鱼干吧？那太慢，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季之欢说完，将镰刀交给阿英，拿着。阿英才不想给他打下手，谁知道他又怀着什么坏心思。季之欢见他不拿也不在意，放在了一边，将裤腿卷到了膝盖上，弯着腰盯着河里。没等多久，季之欢猛一出手，就从水里插出了一条鱼，抓出去丢到了岸上。编个草绳系上，等会儿提回家去。姐，他会抓鱼，咱们今天有鱼吃了。哼，这个女人既然会插鱼，当初为什么从来不管我跟阿七，还说饿了就去啃树皮，抢走了钱不说，现在装什么好人？找死啊你！娘的，你眼睛瞎了，没看到小爷在这儿横冲直撞的找死呢？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娘也在，你敢欺负我，小心她打死你！哼，就你们家那丑后娘，我告诉你，我今天连她一块打了。他说着，提着阿英就朝着季之欢的方向走去。阿英眼里闪过金光，等李大壮好好教训了那个女人一顿之后，他就能把钱拿回来给阿爹治病，这样就能撑到大哥回来了。丑八怪，谁准你插鱼了？赶紧给小爷滚出来受死！季之欢眯起眼，打量着这群人从哪儿来的。李大壮两条腿一岔开，推了一把阿英道：你女儿撞到我了，你过来给小爷磕3个响头，小爷就放过你。你做什么欺负我姐姐？你个坏蛋！李大壮见到这小子居然敢跟自己顶嘴，伸出胖手就要给阿青来一拳头。季之欢抬起手，直接将鱼叉掷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巧插在了那李大壮的脚边。不是找我吗？过来，单挑还是一起上？季之欢直接伸出手抵住了他的胖头，一下给这胖墩儿撂倒在了地上。丑八怪，你敢动我，我舅舅打死你！废话少说，还打不打？不打滚蛋！别妨碍我抓鱼！呸！以大欺小！
捡起石头就朝着季之欢砸。臭八怪，我砸死你！看你还敢凶我！你来打我呀，你个臭八怪！好啊，这样的要求我是不会拒绝的。季之欢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将他踹了个大马趴，随后也不管李大壮杀猪一般的叫嚷，解了他的裤腰带，绑着他的猪蹄子，直接倒吊在了树上。臭八怪，你快放了我！我要告诉我舅舅。有命回去的话，你编成戏文天天唱都行。臭八怪杀人了！臭八怪杀人了！你赶紧把他放了吧，他舅舅可是这里的一霸，到时候咱们都得遭殃。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说什么？季之欢没回答他，只是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盯着他。你个臭八怪，快把我放下来！等我娘来了，我要你好看！就是臭八怪一家子把大壮哥给吊起来了，他们要杀人！我的儿啊！他身后2个高大的农家汉子赶紧冲过去，把倒吊着哭得满脸涨红的李大壮给放了下来。大舅、二舅，就是这个贱女人！臭八怪把我吊起来，还说要给我好看！你个下作的小娼妇，我儿子你也敢欺负？老娘打死你我！这还是那个风吹就病的后娘吗？我以为你有多大胆呢，合着就这样。得了，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你家小子过来给我磕头道歉，我就放你们回去；不然的话，把你们捆了丢那山沟里，当野狼的口粮。赶紧磕头啊，你个混账东西！这样多没面子呀！你俩舅舅都快被他打死了，你还面子？给我跪下！李大壮扑通一声被他老娘摁在了地上，额头一下一下的往地上碰。姑奶奶，我错了。妹子，刚才是我不是，是我嘴巴贱。季之欢弯腰提起插好的鱼，瞥了一眼2个孩子，这就要回家去了。后娘，你好厉害啊！你怎么办到的？季之欢看着小豆丁倒是有趣，没回答他的问题，但问了一句：“会吃烤鱼吗？”我能吃吗？能，但是某神不能。这女人居然看出了是我把李大壮引过来的，还故意说这样的话，难道她又有了什么坏心思？回了家，季之欢直接进了厨房，开始处理鱼，动作熟练地将鱼的内脏剖干净、洗净后，在院子里用木条架好了烤鱼用的3角支架，把鱼穿好后，让阿青时不时地转了一圈，让鱼受热均匀。阿姐，鱼快好了，咱们马上就有鱼吃了。谁说他能吃了？阿青，刚才李大壮他们做错了事情，我是怎么放过他们的？他道歉了。有些胳膊肘朝外拐还不道歉呢，不能吃饭。你继续烤你的。阿英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跺了跺脚跑回里屋去了。季之欢做好鱼汤后进屋，看也没看他一眼，将裴渊下颚捏住，将鱼汤喂了进去。阿英的眼睛一直盯着季之欢，生怕他对裴渊不利。好在季之欢出去把烤鱼吃了，便对阿青说自己要去后山溜达。等他一走，阿青这才把藏好的烤鱼拿过来给阿英。姐姐快吃，后娘不会发现的。他人呢？好像往后山去了。糟了，硬是找到机会要跑，我这就去看看。阿英把剩下的鱼囫囵塞嘴巴里，让阿青看着裴渊就往后山跑。
如果这女人要跑，我就算跟她拼了，也得把钱拿回来。这小丫头心思多，不让她跟着，指不定还觉得我有什么坏心眼。随她去好了。不远处，周边的沙地上，一圈白色结块的晶莹固体。季之欢心里狂跳，疾步走到了岸边，掬了一捧水尝了尝，是咸的。该不会真的傻了吧？这村里的人都不要喝的水，还拿来喝。季之欢抖开了麻布裙子的下摆，开始沿着岸边那晶莹的颗粒都捡起来，等到装不下了，这才兜着裙子往回走。阿英见状，先躲了起来。季之欢抬头看去，那盐湖西边的密林里还有竹林。他心念一转，有竹林，往后可以制作竹盐，还能挖竹笋。这么一想，这地方也不差，好歹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办法多的是，还能憋死不成？他抱着裙子往家走，又注意到后面一道小小的身影跟着自己。这丫头还真够执着，难怪成了反派，在沙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能指小儿夜皮。端去洗漱吧，记得给你爹也擦擦。后娘，那你干嘛去？赚钱。你去吧。哦，你们家大哥呢？好像今天就没看见他。大哥说去找吃的，也许过2天就回来了。阿青进了里屋，阿英将他拉了过来，防备道：“那女人跟你说了什么？”阿青把季之欢的话说了，阿英翻了个白眼儿。他赚什么钱？又吹牛呢？你做得很好，没把大哥的行踪告诉他。快去先洗脸，我盯着他。季之欢把头发简单的扎成了一个辫子，垂在脑后，卷起袖子开始干活。岩石经过浸泡，已经变成了卤水。家里工具不齐全，季之欢就直接开始熬煮卤水。家里穷，晚上就失去了一切照明的工具，厨房里唯有灶堂里的火光。阿英听着阿青的小呼噜声，自己也有点犯困了。这女人到底搞什么名堂？该不会是想一把火烧了我们吧？阿英忍不住胡思乱想，强撑着眼皮不睡觉。这个女人太狡猾了，果然趁着我们睡觉就跑了。跑就跑了吧，把最后那点钱也弄走了，就不应该相信她。姐，你干嘛呢？那女人跑了。谁跑了？还没等阿青说话呢，季之欢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显然是刚从外面回来，手上提着好几样毛茸茸的东西，还带着血。你这些东西哪来的？睡不着，去林子里打猎了，抓了点野兔野鸡。你还会打猎？锅里有热好的馒头，先吃。等会儿你带我去镇子上，把这些皮肉卖了。阿青这个小吃货一听到有馒头，赶紧搬着板凳过来了，垫着脚掀开了锅盖，里面还真的蒸着4个小的白馒头。阿青顾不上烫了，抓起来就吃。你怎么直接往嘴巴里塞？不怕他给你下药啊？那也得做个饱死鬼。再说了，昨天晚上的烤鱼不也没事吗？他也不理会阿英。后娘，咱们家哪来的馒头啊？用野味跟村子里的人换的。姐，你吃啊，真的很好吃，你吃嘛。阿英抿唇，然后咬了一口白嫩的馒头，发现特别香甜好吃。她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馒头，里面还有馅料，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软乎乎，香喷喷，还有一股奶味儿。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姐，咱们以后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馒头了？后娘会不会想把我们喂饱了拿去卖啊？他一想到这儿，也顾不得阿英，
跑到季之欢面前，湿漉漉的大眼睛盯着他。后娘，你要卖的话，把我卖了吧，我最小还最贪吃，千万别卖姐姐和大哥。你们没把我卖了就谢天谢地了，赶紧帮忙，去厨房把那破背篓拿出来，把兔子毛放进去，我去换身衣服。你真的不卖我吗？不卖，不仅不卖，剩下的兔肉晚上也给你们吃。这小傻子。哦，后娘真好，阿七有兔肉吃了。这孩子还真容易满足。他换了身稍微整齐点的衣服，又用帕子蒙了脸，再出来时已经不那么吓人了。你要去镇上？去卖点东西。放心吧，刚才我说过不卖你们，只是家里需要买点口粮和工具，我一个人扛不回来，给你工钱怎么样？你说真的？你要是骗我，我就跟你没完。不骗你，吃饱了就上路。季之欢说着，背着背篓率先打开了篱笆，往山坡下走。你一个人在家，小心别乱跑，照顾好爹爹，知道吗？阿青知道。姐，你也要小心。放心吧。哎呦，这手艺不错啊，包的还挺完整。兔子就给你每只60文，只是这兔毛要价可不高啊，顶多40文。是你们家汉子包的皮吗？能不能再贵点？往后有好的皮子我都往这儿送。可以，不过你最好让你家男人啊多猎些雕和狐狸，那些才是大的。这样吧，我每样给你多加10文，算你500文。张大彪，有什么好货没有？哎呦，花老板，就等你来呢。哎呦，上好的野味啊，都给你留着。他一边说着，一边给季之欢拿钱，没留意，动作太猛，将季之欢的背篓给弄倒了，里头的盐罐子漏了点出来。花老板眼睛一亮，目光灼灼地盯着季之欢。这女人这次赚钱了，可得盯紧，别让她乱花钱。你等等，把野味给我留着，我马上就回来。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小娘子走得好快，差点追不上了呢。有事儿？你那背篓里放着的白色东西是不是盐？你问这个做什么？能不能卖我点？这是自家吃的，不卖。哎呦，妹妹呀，怎么这么急呢？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前头客运来的老板娘，他们都叫我花老板。热情地拿着帕子给季之欢扇风，引导着他往自家铺子去。你连人是好是坏都不知道，跟着过去干嘛呀？无妨，要么你在这儿等我也行啊。让我在原地？那怎么行？万一他跑了呢？这镇子小，你随便打听打听，都认识我花香香。这做吃的生意啊，就得注重口感。像妹妹背篓那一罐啊，可比我铺子里的都白净雪亮呢。如果愿意卖给我，我出这个数，怎么样？掌柜的，这可使不得。这私底下……妹妹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要你们家的盐来尝尝，外人哪知道呢？你要是真心想买呢，也可以，诚心给个价，我不怕货比货。花香香从盐罐子里点了点，放进嘴里一尝，当即眼睛一亮，知道自己开的价太少了。她只犹豫了片刻，拍掌道：妹子，咱们都是诚心做生意，这样我给你2两银子就买这么一小罐，往后你还有都可以送来，如何？成交。花香香亲自送了季之欢出去。妹子，可说好了啊，我等你啊。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会信守承诺。季之欢刚说完，就瞥见了巷子口一个废弃的小木车，旁边还摆着2口铁锅跟炉子。见季之欢对那东西有兴趣，花香香摆手道：原本是拿来做早点放在门口卖的，结果生意不是很好，就不要了。不要了？那能给我吗？或者卖给我？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呢？拿去吧，反正你不要，我也是要清理出去的。多谢。季之欢将背篓往那木车里一放，就往外推。八音赶紧过来帮忙，不过他脑子还没回过味儿来。就那么一小罐盐，居然卖了2两银子，老板娘还送了一辆木车，那东西值这么多钱吗？难道他昨天晚上在厨房就倒腾这个？今天来一趟镇子，季之欢就有了2两多。他先去米铺买了点米和面粉，然后再到杂货铺买了一些家里常备的锅碗瓢盆，剩下1吊钱，季之欢小心妥帖地放进了衣服内袋里。这女人是真的带我来卖东西的，没想跑。老板，来点桂花糕。季之欢将热腾腾的桂花糕塞进背篓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走吧。姐，这是什么？别人给的。别人给的？是好心人吗？可是这个不能吃啊。先垫垫肚子。真好吃。姐，你也吃。这傻弟弟满脑子都是吃的。欢欢，来的人正是齐天昌。原书中为了原主的嫁妆哄骗原主私奔的穷酸书生，其实那些钱全都被他拿去赌了。就原主傻乎乎的以为这男人能真的带自己脱离苦海，结果直到被卖，齐天昌都还在赌馆，哪里能想到他。欢欢，刚回来呀？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前几天没去找你，你生气了？嗨，我这不是忙吗？你看你最近手头宽裕不？学院李夫子说要收我做关门弟子呢，我还愁束修呢。没钱，滚蛋！什么？没钱？放屁！今天没钱也得有钱。季之欢，你这样子我以后可不来找你了。你要知道，村子里想嫁给我的女人，那都是排着。哎呦啊！齐天昌话还没说完呢，季之欢转身一脚把人踹了出去。叫你滚你不滚！既然如此，就算总账。从我这儿总共拿走了20两银子，还钱！哎呦，你个臭婆娘，你还敢动手？我可是村里的读书人，李正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只要我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抬出来，就季之欢这样的，绝对吓得给自己磕头道歉。季之欢才不吃他这套，伸手拽过他2只胳膊，随便一拧，当场就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你要干嘛？哎呦，别打了！哎呀！要么还钱，要么滚，不然下次我拧断你的头！我滚！哎呦，姑奶奶，你可别打了！哎呀！来帮忙。如果我能像后娘一样厉害，是不是以后村子里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我也要帮忙。小豆丁屁颠儿屁颠儿跟了进来，季之欢没拒绝，3人合力将车里的东西都搬进了厨房。哎呀，姐，你就别操心了。他要是想害爹，还给咱们做饭干嘛呀？你看他打架多厉害。说的是啊，季之欢真想害他们，根本不用做那么多没必要的事情。季之欢把排骨汤给裴渊喂下去后，从空间拿出了小药箱，不过这次药箱里额外多出了一瓶药。林泉，未穿越前每次出任务受伤，身边都会冒出这么一瓶药，没想到他也跟来了。那之前为什么药箱里没有？难道是时间还没到？季之欢果断选择了将灵泉喂给裴渊，随便扒了他的衣服替他换药。裴渊这身子
饶是他看过那么多国际名模，阅遍各国美男，都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季之欢趁机摸了2把，在等出来的时候，阿英已经主动去洗碗了。季之欢一进厨房，就发现一盆热水摆在那儿。阿英别扭的不去看他。谢了。谢什么？还你人情债罢了。因为吃了一顿饱饭，晚上大家都很早就入睡了。后娘，你干嘛去？去采些山货，等我回来做饭。后娘，我能跟你一起去吗？跟吧。好耶！爹爹的气色什么时候变好了？明明之前还苍白的要命，眼瞧着都要没命了，现在看起来就像是正常的时候睡着了一般。难道那女人真的会治病啊？后娘，你为什么会抓鱼啊？那些鱼都听你的话吗？他们看不到你吗？后娘，你采的这个叫什么呀？季之欢采了点蘑菇，还有野菜什么的。阿青也跟着学，抓起草就往里面丢。后娘的背篓都快满了，她的小篮子也要满起来才好。季之欢面无表情地把他篮子里的毒草和毒蘑菇丢掉。那是不能吃的，吃了肚子疼。哦，阿青明白了。越往山上去，阿青就有点吃力了。他虽然跟阿英是龙凤胎，可是姐姐力气大，体力好，他就不怎么行了。休息会儿吧。季之欢找了棵树坐下，就看到了地上的毛栗子。你饿吗？要不要吃板栗？饿。季之欢放下背篓，找了根树枝，开始打树上的板栗。这个时候正是板栗长得饱满的时候，一口气能打下不少。阿青别提多高兴了，他不知道这个草团子有什么用，砸下来还有点疼，但是他知道这东西是能吃的。后娘做东西好吃呀，他又有好东西吃了。季之欢用小锄头在地上刨了个坑，然后让阿青去捡大点的石头，堆了个小灶台，直接用一旁的干柴生火。你别乱跑啊，我去弄点天然蜂蜜回来。阿青乖巧点头，虽然他不知道这里哪里有蜂蜜，但后娘让他待在这儿，那最好别乱跑。季之欢之前来这儿的时候，记得附近有个马蜂窝，这烤板栗没糖没蜜，就没那个滋味了。就在他准备下手去摘蜂巢的时候，听到了一些细微的动静。他拨开了一旁的草垛子，发现了一个坑。是你放开我！难道是裴渊的大儿子裴继慈？哦，可是不回去，弟妹怎么办？就这么想着，季之欢已经离开了土坑。裴继慈呆呆看着头顶的天空和树叶，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只是没过一会儿，外头又有了动静，好像是蜂群的嗡鸣声，随后又消失不见。裴继慈紧绷神经，满怀期待的期望来的是附近的猎户，好歹能把他送回家就成。结果坑外有人再次探出头，却还是季之欢。他面无表情地甩下一根藤蔓，缠在自己腰上，赶紧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拉上去之后，再狠狠松开绳子，摔死我，以后带着我出去卖了？再不上来就算了。就在他准备收回藤蔓的时候，另一端受到了阻力，原来是他抓住了末端，缓缓绕上了自己的腰，再暗示性的扯了扯，提示季之欢可以拉了。小样，还挺傲娇。把人拉上来之后，直接把人提起来就背到了背上。赶紧的，就你现在这样能飞回去？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完全变成了不认识的样子？你回来了，大哥，
你怎么跟后娘在一起？这话应该我来问你才是吧？你怎么会跟这个恶毒的女人上山？这欢呼雀跃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回家的时候抄近路受伤了。季之欢把它放在了一旁的树下，赶紧掏出蜂窝，割了点蜂蜜涂在了板栗上。这女人来山上就是为了烤栗子，所以她刚才是先去捅了蜂窝再来救我。季之欢吃的差不多了，加上裴继慈受伤，他不打算继续采山货，回家看看他的腿要紧。阿青把剩下的板栗包裹在叶子里，放进小篮子里，他得带回去给姐姐吃。大哥，你的腿疼吗？还好，都快看到骨头了，还好。嘴巴真够硬。还好我们上山了，不然你就要被狼叼走了。臭丫头，你给我闪开，听到没有？不然老娘连你一起收拾了。你们这是打劫，欺负我家没人，上门抢东西来了，想得美！这是那恶毒女人从镇子上赚回来的，这帮人看我们有米粮了，就想来抢，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你娘打了我兄弟，不得赔医药费啊！今儿不把钱交出来，我回头找李正去。死丫头，给我闪开！就在张翠凤快碰到阿英的时候，一把镰刀突然飞甩了过来，直接横在了张翠凤的脚边，吓得张翠凤嚎叫一声，窜到了一旁。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跟后娘一起回来的？哟，来齐全了，那也好。他这架势刚摆起来呢，季之欢走过去，啪啪就是2巴掌，顺带一脚把张翠凤踹到了篱笆口。他顺手就把镰刀抓了起来，朝着张翠凤走去。张翠凤是真的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季之欢还有这样的狗胆。我告诉村长，手刚举起来呢，季之欢又上来了，屁话都没半句，上手就打，看得村民们连连后退。只听到张翠凤的叫骂声逐渐变成了哀嚎。女侠别打了！张翠凤恶霸乡里，想欺负到我头上，没这样的道理。各位叔伯婶子做个见证，以后他们家的人，我见一次打一次。可张翠凤说你们家偷东西了，不然哪有那么多钱买米面啊？就是啊，你平日里这孩子也没那么好心吧？没本事赚钱就别眼红别人了，我不偷不抢自己养家。你们要是真打量我好欺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以前我对孩子不好，可以后不会了。打得好，说得好，张家人欺负咱们也不是1天2天了，反倒是阿慈阿英这几个孩子，再穷再苦也没偷过东西。我看呐，是张翠凤自个儿贪心，还把咱们都叫来。是啊是啊，我早上就看到阿英跟她后娘去镇子上了。张翠凤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居然有一日还会沦落到被这群人欺负。可惜她一个人哪里吵得过那么多人。裴家媳妇儿啊，我是杨婶子，你要是真心养这几个孩子，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季之欢独独对着杨婶子颔首，表示感谢。至于那张翠凤，早就趁着村民走时，臊着脸瘸着一条腿，回家找齐天昌算账去了。这女人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后娘你真厉害！去把采来的东西放好，等会儿我来处理。你抱着我大哥要干嘛？你看不到他腿受伤了？季之欢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个四四方方的小箱子，打开来有一堆他根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你干嘛？疗伤。我用不着你疗伤。不疗伤也可以，你就会变成个瘸子，走路长短脚不说，万一破伤风发个高烧，也许就死了。草席一张，免得浪费家里米粮。这女人居然咒我死，真的太恶毒了。
真的有那么严重？当然。裴继慈刚想说自己用不着，季之欢一支麻药针已经扎进来了，数不过5秒，裴继慈闭着眼睛昏死了过去。大哥，你扎了什么呀？你吵死了！没事干，出去干活，我保准他没事。不打麻药，他怎么剔除卡在血肉中的淤泥和铁锈？就古代这医疗条件，这娃今晚就小命不保。阿英急得不行，季之欢已经没了耐心，提着他的衣领子丢到了门口，把门一关。这女人要是治不好大哥，我就跟她拼了。裴继慈的腿伤比季之欢想象的要严重，他先进行止血，清理创口，再消毒，引流后缝合伤口，还顺便给他打了破伤风抗毒素，避免感染。等到把人收拾干净，清理了药箱，季之欢才起身洗手。阿英早就急得团团转了，听到动静冲了进来，看到裴继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跟裴元差不多，吓得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大哥怎么了？是不是死了？麻醉了，半个时辰后会自动醒过来的。麻醉是什么东西？小小年纪的阿英还不能理解这个词汇，她伸出手探鼻息，发现裴继慈还有呼吸，这才松了口气，握着他的手在旁边守着他。姐，为什么大哥还不醒啊？他会不会跟爹一样？不会，大哥又不是被人下毒。那女人说这是什么麻醉的缘故，咱们再等等。外头季之欢也没闲着，进入厨房洗干净菜和大米，拿出4口砂锅，在锅底薄薄抹了一层油，再把洗干净的大米放在砂锅里，倒入适量的水，开始浸泡1小时。背篓里的山货要处理，将东西分门别类弄好后存入空间，保存新鲜度。这期间，裴继慈果然悠悠转醒，他率先看到的便是家里熟悉的破漏屋顶，再是满脸关心的阿英和阿青。大哥，你醒了！你总算醒过来了，刚才我跟阿青都怕死了。我想喝水。阿青赶紧去桌上倒水，跑过来递给他。裴继慈细心，发现那碗是干干净净的瓷碗，他们家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不过他太口渴了，还是先喝了再说。大哥，你感觉怎么样？腿还疼吗？会不会晕？谁给我包扎的？是那女人吗？她不知道怎么了，不只给你包扎了伤口，爹也是她亲自擦身、洗澡照料，还拿自己的嫁妆被子出来给爹盖呢。你看这被褥多软多干净啊！裴继慈刚想去看看伤口，别让那女人动了手脚，季之欢的声音已经从外面传进来了。伤口刚缝好，别动。你不是说出去找大夫给爹看病吗？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我没找到大夫，钱也花完了，抄近路，结果天黑看不清楚，便掉进了坑洞里。这伤是不受气夹的。对了，我不在的这几天，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变得好奇怪，你看爹爹的脸色是不是好起来了？而且居然也不理齐天昌了。往日里看到他就恨不得讨钱给那男人呢。裴继慈眉头紧锁，确实奇怪。其实他根本没告诉阿英，齐天昌这人是他引来的，也是他告诉齐天昌后娘有嫁妆，他只是把实话告诉了他。至于这两人后续怎么发展，那都是个人的选择，与他无关。可是这女人居然对齐天昌大打出手，还给爹处理伤口，而且爹的被褥里居然有血痣。哥，咱们能相信他吗？事出反常必有妖，再看看吧。后娘，有阿青的份吗？季之欢挑眉，见火候差不多了，掀开锅盖，用勺子捞了一勺颗粒饱满、挂满了油脂的饭喂给了阿青。小心烫。
他哪里还顾得上烫不烫，一口咬了下去，简直是说不出的滋味。那饭也不是平常那样冷的，也不是府上以前吃的那种软乎乎的，他夸不出来，着急地迈着小短腿。阿娘，给哥哥姐姐也吃一点吧。这小子该不会以为这几个砂锅里都是自己一个人吃吧？季之欢拿了托盘，将砂锅用纱布垫着取出，去了正屋。那两大的一听到动静就闭嘴不说话了，季之欢也不介意，坐下来就开吃。阿青自个儿爬上了凳子，招呼道：姐姐，快来吃啊！后娘做的米饭好香。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阿英都来不及吃，就端过去喂裴继慈。裴继慈一开始是抗拒的，可是不忍心驳了阿英的面子，才矜持地咬了一口。哇！裴继慈吃了2口后道：你吃吧，不用省，以后饿不着你们。3个孩子齐刷刷看着他。以后有我一口饭，我吃什么你们吃什么，不用省。长身体的年纪，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除了把脸都快埋进碗里的阿青之外，阿英跟阿慈2个人的内心都快掀起了波涛万丈了。他刚才的意思是，以后会好好照顾我们吗？当天夜里，3个孩子又能睡在一起了。这次没有肚子饿的睡不着，喝的水也是干干净净的，被子松软，有太阳晒过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不必担心明天一早起来没饭吃。在他们陷入沉睡的时候，在另一侧的裴渊手指突然动了动。后娘，咱们今天吃什么呀？小米粥。哦，你大哥醒了吗？醒了的。那你去打盆水给你大哥和爹洗漱。季之欢说完，乖宝宝阿青果然照办，扑腾着小短腿忙去了。厨房里就只剩下了2个人。有事儿？那个，我能跟着你制盐吗？可以。阿英有些意外，这一罐子能卖2两银子的生意，他就不怕自己学走了不管他了吗？季之欢本来也是要去盐湖捡岩石回来制盐的，光他一个人做不了太多，教会了阿英以后也方便。吃完饭以后，阿英就在门口等着，季之欢背了背篓出来，2个人一起上山捡岩石。另一边，齐天昌正在家里躲懒呢，他被季之欢打了一顿，寻思着张翠凤过去应该能要到银子。臭婆娘，居然敢对付我！看我不找个厉害的好好揍他一顿。哼，到时候他把钱给我，我再勉为其难的原谅他才好。美梦做得正好，门突然被踹开了。张翠凤指使2个哥哥道：就是这个王八羔子跟我说季之欢有钱让我去讨的，结果害得老娘的肚子疼了一晚上。齐天昌，你今天不把医药费给我交出来，我让你没好果子吃。齐天昌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混子能知道什么？叫破喉咙也拦不住张豹2兄弟的拳头。乖乖从鞋底下掏出了2两银子，这可都是从季之欢那儿骗来的老婆本啊。张家人是满意的走了，临走前还把齐天昌家给砸了。可这哑巴亏他只能往肚子里咽，谁让他根本斗不过呀。有阿英这个金刚芭比在，季之欢乐得轻松。教他如何挑拣岩石后，他去了盐湖旁边的竹林子里砍竹子、木材回来用。阿英捡岩石的时候就发现他不见了，嘟囔道：还说变了呢，还不是躲懒去了。话刚说完，突然听到动物的惨叫声。阿英竖起了身子。啊，不会吧，这么倒霉，青天白日遇到野狼不成？他吓得不轻，又不知道该不该出声把那女人叫回来，赶紧下山去。就见到树丛动了动，阿英差点尖叫出声。就见季之欢扛着一头羊钻了出来。啊，该不会是打了一头羊回来吧？季之欢把羊往地上一丢，继续钻进了林子里。接下去时不时就丢出野兔子，
野鸡、大雁。阿英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后面已经麻木了，不过心里还是高兴的，看来今天又有肉吃了。经过2天的相处，阿英已经能确定他不会吃独食了，而且他的本事那么好，能打中那么多野味，若是自己能学一点就好了，这样以后自己也能赚钱。等把他的岩石背篓装满，季之欢也干完了活儿，他直接接过了阿英的背篓，然后用竹子现场做了个简易的扁担，将野味和那头羊用草绳捆扎起来绑在扁担上，这样扛着走不会太累。临走前，阿英还有点依依不舍的。这些岩石采完了怎么办？会不会被其他人发现啊？他们这么久都没发现，往后也不一定。咱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岩石全部捡走呢？这样一口气能发大财。就我们2个，发不了大财。除非变成盐田厂。据书里的设定，盐是国家的，不允许私人开采，除非拿到当地官府的许可证。所以这个顶多算个营生，想每日都尽享，还得想别的办法。阿英有些失落，还以为靠着这个家里不用饿肚子了。接近家门口的时候，阿青已经滴溜溜地跑过来了。师瑶，你怎么在这等我们？大强哥来了，说要带大姑去祠堂。祠堂？是不是张家的人找了村长，要把咱们赶出去？去看看再说。进了院子，屋里有说话声。季之欢让阿英跟阿青先把东西都放厨房去，叫阿英把岩石先去泡水，这才洗了把手，掸了掸身上的衣服，跨步进去。裴家嫂子，这青云书院的人来招学生了，是村里的大事啊。村长说每个人都得把孩子带过去，你这不让阿慈去也没用啊。他这么说话，季之欢完全没生气，因为原书中好像有一段剧情是这样，原主因为泄愤就把裴济慈所有的书都烧了，还骂他家里穷，不想着出去要钱，还在家死读书，拖累全家人。阿英跟阿青也下意识看着季之欢，季之欢二话没说，从衣柜里拿出了裴济慈的衣裳。走吧。阿英赶紧过来帮忙，等把裴济慈收拾好，郑大强亲自背着他走的，就怕季之欢起幺蛾子。姚宗啊，那上面写的啥呀？是啊，你给书念念，让咱们二狗也做做题。就这算术题？这孩子呀，打小就聪明，夫子都夸他呢。季之欢他们过来的时候，村子的人正围着陈耀宗，看着陈耀宗做题呢。李大壮、余光里看到裴济慈他们，刚想嘲讽2句，发现季之欢也在，吓得往人堆里一扎。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陈耀宗被这帮人挤得心烦意乱。陈开春一直注意他的动静，赶紧站起来道：哎呀，都让开些，挡着后面的人看题了。会做的都来提支笔，找个地方坐就是了。会的不会的都上去了，为了防止大家看答案，各自找个地方写，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作弊。陈耀宗看着题目，渐渐有些出汗，他已经盯着这算术题很久了，可是有点没头绪。陈耀宗甚至有点出神，下意识将视线看向了周围的人，有些孩子在挠头，有些孩子在画王八。是了，他是想不出，这些人能想出什么？直到他的目光瞥向了裴济慈。这小子怎么也来了？打从第一次见到他，陈耀宗就很不喜欢，因为裴济慈生得太好看了。在他来之前，村子里的人只会夸他好看、白净，不像庄稼人。可是裴济慈的出现，让村子里人夸他的时候，都会顺带上这小子。他有什么好的？一个活死人的爹，还有一个不守妇道的后娘，也敢跟我比？陈耀宗不屑地继续去想题目。季之欢瞥了一眼那题目，100馒头100僧，
大僧3个更无争，小僧3人分1个，大小和尚各几丁。说白了就是鸡兔同笼的问题，100个和尚分100只馒头，正好分完。如果大和尚1人分3只，小和尚3人分1只，试问大小和尚各有几人？阿英掰着手指头算，阿青也有样学样，数着数着，阿青挠了挠头。我忘记刚才数到哪里了。这大和尚到底几个人啊？25，小和尚75。与此同时，裴济慈也答题完毕，不过他在角落里，也没人注意到他。把东西放在原处后，他就跛着脚要回来了。季之欢见状走了过去。答好了？那走吧。季之欢看了眼他写的，虽然古代的算法太复杂，但答案正确。果然反派的智商是在线的。唉，果然他肯定答不出，所以先走了吧。都把答案送上来。陈耀宗先写好的，干脆拿着自己的纸去把其他人的一块收上来，一边收一边心里嗤笑着这帮蠢货，直到他站在了一张写的工整有序的纸面前。是谁站在这个位置？是二狗？是杏花的弟弟还是王贵？不，好像是裴济慈。耀宗，怎么了？赶紧把东西拿上来啊！陈耀宗睫毛垂下，将那张纸放在了最下面，跟自己的摆在一起。等所有的纸叠在一起后，村长都看笑了。这一张小乌龟画得不错啊，这个字像狗爬，都比不上耀宗，都不行啊。去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就剩下了2张纸，一张错了一半，一张比那书院里给的答案还工整呢。李正看不懂，但他知道答案。这是谁的？裴济慈真的走了，他就不想听听答案吗？李正已经举起了白纸，正是裴济慈那一张。陈耀宗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好在村民问了：“这张是对的吗？”当然。怎么会？那小子怎么可能会比我还快，还答对了题目的？所以是谁的？耀宗，是你的吗？是我的。这字进步了不少啊，还是耀宗厉害。好，我这就给青云书院报讯去。你就在家等好消息吧。耀宗真厉害呀！不愧是耀宗，就知道他行。村长笑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只有陈耀宗站在原地，默默将自己的那张纸抽走，卷在了衣袖里。这样就没人能知道了，裴济慈能去青云书院了。大哥，你最后写的答案是什么呀？25和75。后娘也这么说。季之欢，怎么可能？瞎蒙的吧？季之欢没解释，阿青这个小吃货已经想别的去了。后娘，我看厨房里有鸭有鸡，我们今天吃肉吗？吃葫芦鸡，给你们补补身子。后娘做的东西最好吃了。不想承认这是我弟弟。没眼看。回了家，阿青率先跑去打开了门。季之欢把裴济慈放在了床上，将他的外衫脱了下来。裴济慈很不习惯，抗拒地躲避着他的碰触。这边刚弄好呢，季之欢把被子掀开，直接一个用力将裴渊半驮在背上。你要做什么？别动我爹！动都不知道动几次了。外面天气好，带你爹晒晒太阳。在床上躺着都能生蛆了。去把我的床挪出来，摆在院子里。裴济慈心想，阿英才不会听你的呢。结果就看到阿英转身就跑。这是要干嘛呀？养护。你爹这种情况呢，需要勤翻身、勤按摩、擦洗、整理、更换。
不能总是待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他也会不舒服的。爹不是昏迷了吗？他能知道舒服不舒服吗？当然了，他是因为大脑皮层功能被毒素严重损害，陷入不可逆转的深度昏迷，丧失意识。但是你们经常跟他说话，他还是有意识、知觉和思维的。只要不是脑子坏了，都有苏醒的那一天。真的吗？那你快教教我。好。季之欢跟他们2个小的说了按摩的手法，每天擦身的技巧，还有裴元躺了那么久，身上的褥疮都要及时清理。裴介慈一直很紧张，竖起耳朵听着他们在外头干嘛。听到这个，心里惊疑不定。这女人绝对不可能是季之欢，她到底是谁？阿青学得很快，马上就有模有样了，抬起小脸，软乎乎的求表扬。后娘，这样做对吗？对，做得很好。季之欢卷起袖子，准备进厨房料理明天去镇上卖的东西。阿英赶紧跟了进去。岩石都化成水了，我是不是做错了？就是要这样的。季之欢没藏私，制盐的整个步骤都手把手教阿英。阿英觉得很新奇，他怎么会懂这些？这些就是盐了。半成品还得沉淀，加入豆浆和盐水，这样才能区别于市面上的粗盐，让人花高价买的核心。阿英似懂非懂，不过还是趁着锅里继续沉淀盐的时候，挖了一小块跑到了屋里，让裴继慈尝了一口。这不是盐巴吗？是我自己做的，后娘教我的了。有了这个，咱们就不怕了。她教你？她不藏私？而且昨天晚上你睡着了，她还进来给我们盖被子了呢。刚才教我们怎么照顾爹。大哥，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她？裴继慈沉默，他现在也不知道了该不该相信。可是他对他们好，又能图什么呢？裴家媳妇儿在吗？院子里传来了动静，阿青抓着鸡腿就起来了，屁颠颠去篱笆外头看。杨婶子低头一打量，就看到了吃得满嘴油光的阿青。她鼻子嗅了嗅，好香啊。哎呦，阿青啊，吃什么呢？葫芦鸡，后娘做的，可好吃了。真的。阿青踮着脚把篱笆推开，回头喊道：杨奶奶来了。杨婶子为人厚道，性子也好，阿慈跟阿英都很喜欢她。季之欢起身到门口，正巧跟杨婶子碰了个面。杨婶子先打量了一下桌上的鸡，闻着这味儿就知道好吃。屋内也比之前干净了，没那股子臭烘烘的味道，连床上的被褥也换了齐整的。杨婶子点了点头，对季之欢的态度也好不少。裴家媳妇儿啊，我老三媳妇儿生了个闺女，送点喜饼给你们吃，别嫌弃啊。婶子，这是给嫂子补身体的，还有这个当给孩子的红包。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啊，我这喜饼才多少钱呢？你们留着吃吧啊。我们够吃了，您拿去吧。季之欢直接把鸡放进了杨婶子的竹篮子里。杨婶子见他是真心的，心里当真是对他刮目相看了。那好吧，我看你这屋子啊，要添置的东西还多呢，院子里的地也没好好打理。大明儿啊，我和我家那口子过来帮你把地耕了，你也种些瓜果蔬菜，你可别拒绝啊。成，婶子别累着就好，有什么只管吩咐。杨婶子本来还怕他说种地累不会种，一听这话就放心了。农户人家只要有口饭吃，那日子就过得下去。季之欢又跟他打听了被褥的事儿，杨婶子拍掌道：哎呀，这哪还需要买呀？你去镇子上扯点料子回来，
我家还囤着棉花呢，剩下的给孩子们做点衣服鞋子都够了。那谢谢婶子了。哎呀，说起来呀，我之前对你确实不大信任，但是想想你这么年轻就嫁到这儿来，既然来了，大家一个村的，有什么烦难的尽管说啊。季之欢点头，他不是个善谈的性子，不过一个人的好与坏还是分得出的。一直把杨婶子送下坡，季之欢才折返回来。院子里，阿英一直等着，看他回来了，才闪身进了厨房烧热水。季之欢勾了勾唇角。第二天天不亮，季之欢起了个大早。阿英是被厨房里的动静给吵醒的，她想起了自己的盐，赶紧揉了揉眼睛，踏上鞋子过去看。只见锅里的盐已经被季之欢给装好了，他把板车推了出来。要去镇上吗？去买东西。你等等我也去。季之欢没拒绝，阿英洗漱很快，生怕季之欢自己先走。因为赶路的早，一路上也没什么人，偶尔有送货和载人的牛车经过，也把视线投到了母女二人身上。毕竟一个女人带着个女娃推车去镇上可不常见。咱们推去哪里？就在这儿吧。季之欢从车厢内部抽出了麻布，铺在了地上，将背篓里处理过的山货摆在路边，然后把车内的小炉子拿出来生了火，又从里面拿出一个烙饼用的铁铛，在车上面摆出一摞前天买的鸡蛋、炸好的油条和早上在厨房搅和好的面粉和调料。做什么呢这是啊？煎饼果子。多少钱一个？10文钱。10文钱？巷子口那肉末面只要3文钱，素面2文钱就能饱。贵自然是有贵的道理。季之欢用手掌感受了一下铁铛的温度后，用勺子舀出了面糊倒在了铁铛上，随后拿出了一个用竹子做的竹耙子一转，将面糊均匀地抹平在了铁铛上，随后单手磕开一枚鸡蛋，使蛋黄和蛋清混合均匀，涂满饼面，在鸡蛋液还没有凝固时撒上葱花和黑芝麻，把饼翻过来再继续烙制，刷上了准备好的甜面酱跟辣椒酱。此时香味已经散了开来，不少人已经围拢在了车前看他做煎饼。季之欢将油条摆在上面，用小铲子将煎饼卷好，直接抄入了一旁的荷叶里，让人裹着叶子吃，方便还不脏手。阿英咽了咽口水，肚子都快叫了。季之欢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把刚做好的煎饼果子切成一段一段的摆在盘子里，对着众人道：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尝尝看，试吃不要钱。真的不要钱？真不要。